這兩天，財新網一篇名為《經濟溫差之謎》的文章被全網封殺了。寫這篇文章的是西京研究院的趙介院長，他其實就幹了一件事，把那層名為盛世的遮羞布，當着14億人的面給撕了個粉碎。為什麼官媒天天喊着高質量發展，你卻覺得工作越來越難找，錢袋子越來越瘪？今天我們就來拆解一下，在這場所謂的大國崛起背後，普通中國人到底付出了怎樣慘痛的代價？很多人納悶，2025年剛過去，官方數據不是說 GDP 又漲了嗎？甚至還有20萬億人民幣的增量，聽起來是不是挺唬人？但趙健在文中算了一筆賬，瞬間讓所有自豪感變成了透心涼。這個邏輯很簡單，你今年搬磚多賺了10塊錢，但你去年花100塊買的房子，現在只值30塊了。請問你到底是富了還是窮了？過去3年，中國的房地產市場經歷了一場史無前例的大腳斬。根據公開數據測算，全國房產價值縮水了整整200萬億以上。這意味着什麼？這意味着那區區20萬億的 GDP 增量，在蒸發的財富面前，連個零頭都夠不上。這200萬億是誰的錢？那是幾代人的養老金，是無數年輕人掏空6個錢包的血汗債，是支撐中國中產階級的最後脊梁。現在脊梁斷了，官方卻拿着幾個制造出來的數字告訴你看，我們的機器人產量又世界第1了。這種體感上的冰火兩重天，就是趙健所說的經濟溫差。現在的中國正處於一種病態的經濟雙軌制。第一軌，面子，航母福建號服役，嫦娥6號探月，人形機器人滿地走，電車出口全球第1。第二軌裡子，傳統製造業大片凋零，小餐館成片倒閉，外賣員人數突破紀錄，2億人被迫進入零工經濟。中國現在玩的是一場極其危險的豪賭，地方政府寧願把最後一點財政補貼砸進那些不賺錢、只賺吆喝的芯片廠和電車廠，也不願意給老百姓發1分錢的消費券。我們就拿最能吹牛的電動車行業來說，2025年中國電車出口確實成了世界一哥，結果呢？比亞迪等14家龍頭車企有1半利潤在下滑，6家直接巨額虧損。反觀人家日本豐田，一家公司的利潤就超過了全中國汽車行業的總和。這叫什麼？這叫殺敵800，自損8000。為了那個所謂的戰略新興產業名頭，中國企業在國際上瘋狂降價內卷，在國內瘋狂壓榨勞動力。到頭來，國家得到了名聲，權貴兌現了收益，而剩下的普通人，不僅要面對降薪裁員，還得通過納稅去填補這些大國重器虧損的黑洞。現在的中國越來越像20世紀80年代崩潰前的蘇聯。當時的蘇聯，坦克世界第1，核彈頭多得能毀滅地球幾10次，空間站建的比誰都早。可結果呢？老百姓為了買一塊黑面包，要在雪地裡排隊幾個小時。今天的中國正重蹈覆轍。我們有全世界最先進的基建、最密集的攝像頭、最多的工業機器人，但我們也有慘不忍睹的就業率，16至24歲的年輕人，近1/5在家裡全職兒女。絕望的股市，儘管大盤偶爾詐屍，但2025年的牛市裡，80%的散戶依然在虧錢。消失的消費，以前大家討論換手機換車，現在大家討論的是如何通過以舊換新補貼多省下幾塊買菜錢。大量的貨幣在所謂的國際部門循環，根本流不到民生部門。錢都去哪了？去搞備戰備荒了，去搞那些為了和美國爭霸而強行堆砌的硬科技了。這種先軍戰略式的資源錯配，本質上是在用14億人的生活品質去換取極少數人在國際舞台上的虛榮心。既然大家日子都這麼苦，那官方公布的5%增長是從哪冒出來的？
說白了，統計局現在玩的不是數學，而是魔術。前國投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高善文為什麼離職？因為他敢說實話。他測算的實際 GDP 增長可能只有 2% 左右，甚至更低。這中間 3% 的差額去哪了？答案就在那些戰略性新興產業的虛增產值裡。現在的統計邏輯是，只要我投了錢，我就算它是產出。2025年，幾央企在所謂的新質生產力上就砸了2萬億元。這些錢投下去，哪怕造出來的芯片沒人買，哪怕電車堆在倉庫裡生鏽，在賬面上它都貢獻了 GDP。這不叫增長，這叫無效投資。就像一個癌症晚期患者，通過打強心針和膨脹劑讓臉色看起來紅潤，但內臟已經壞透了。這種數據溫差的背後是權力的傲慢，他們不在乎你有沒有飯吃，他們只在乎報表在國際上能不能交差。在這場豪賭中，資源分配的極端不公已經到了令人發指的地步。中國正在形成一個畸形的二元結構，國際這一端拿走了社會 80% 以上的信貸資源，那500億的廣東戰略新興產業基金，那2萬億的央企投資，全都在這個圈子裡空轉。那些科技大佬、金融精英，通過政府補貼和上市割韭菜，身價依然暴漲。民生這一端，也就是你我所在的這一端，徹底成了被遺忘的角落。為什麼說資源錯配是自殺？因為錢都去了那些不需要雇人的自動化工廠，去了那些燒錢的科研黑洞。而真正能解決就業的小微企業，卻因為拿不到貸款，負擔不起稅收，面對慘淡的內需，只能選擇關門大寫一個慘字。2億人從事零工經濟，這不是什麼靈活就業，這是絕望求生。當一個國家的年輕人以跑外賣、開網約車為最終歸宿時，這個國家的創新力其實已經死了。大家回想一下，蘇聯倒塌前夕是什麼樣？1980年代的蘇聯擁有世界最強的重工業，坦克群足以平推歐洲，航母在4大洋巡航。但與此同時，蘇聯的盧布在貶值，商店的貨架在變空。現在的中國正走在同一條死路上。他們迷信舉國體制，覺得只要把錢全堆在機器人和 AI 上，就能彎道超車美國。但他們忘了，經濟的底色是人，是每一個具體的人的消費和信心。當房產蒸發了200萬億，當股市吞噬了無數中產的棺材本，當2026年的增長預期被西方智庫調低到 2% 以下時，那點所謂的大國重器還有什麼意義？他們既不能幫你付房貸，也不能幫你找工作。這種錯誤邏輯如果不改正，中國經濟正慢慢走向崩潰邊緣。這不是危言聳聽，而是正在發生的現實。2026年將是這層偽繁榮濾鏡徹底破碎的一年。在這個狂奔的國家裡，如果你還在幻想通過買房保值，或者指望股市解套，那我只能說你還沒睡醒。國家在過夏天，你在過嚴冬。這不是一個比喻，而是一場殘酷的生存競爭。當權的掠奪者們正忙着在沉船前撈最後一把，而留給普通人的只有日益沉重的債務和虛無縹緲的口號。認清現實吧，不要被那些遙遙領先的噪音干擾了你的判斷。在2026年，最核心的競爭力和財富不再是那些貶值的房產，而是你的流動性、你的避險意識，以及拒絕被洗腦的清醒。這場溫差之謎的底牌已經翻開，盛世是他們的，苦難是我們的。